突然想起来，我今年种的这60多棵甜瓜还没有机会给大家展示，今天刚好有时间带大家一起来看看。刚好这个时候也到了甜瓜该整枝整蔓的时候了，我利用这个机会给大家展示一下，怎么样快速的给这60多棵甜瓜进行整蔓的工作。这些同一批移栽的甜瓜长势也是有快有慢的，看看刚才这些从右到左是由小到大的。这一颗长得最大，已经长出很多的侧枝了。而像这一颗呢，长得就小一些，我们能够明显的看到它的主蔓在这个地方，下边可以看到这儿、这边还有这里有3条侧蔓。因为侧蔓都已经长出来了，要数它主蔓上面的叶片已经没有那么容易了。特别是对于我有60多棵的情况，如果按照那种数叶片的方式来给它掐尖打枝的话，是非常费时间的。我去年是做过2期视频，给大家讲解甜瓜、香瓜的整枝整蔓法。我主要就是利用耙地的3蔓整枝法，当时是做了一个粗放的，一个精细管理的，也做了一定的对比。大家要是想看更详细的内容，可以翻开那2个视频看一看。我也会在这个视频的结尾处把它们的链接加上来。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是一种更粗放型的整枝整蔓法，不用学，一看就会。特别是对于新手想要有所收获，还有对于那些想多种点甜瓜，但是又不想花时间打理的人来说，我今天的粗放型整枝整蔓法应该是更适合他们。有时候这些方法简单到大家可能都不愿意相信，特别是对于那些刚刚种植甜瓜还没有什么经验的朋友来说，就会觉得怎么可能这么简单就可以把甜瓜种出来呢？有时候网上还有社会上经常会有一些不太好的趋势，就是愿意把一些简单的问题复杂化，而大家往往也都愿意追求这种复杂化的流程。有时候公司里边也是，流程是搞得越来越复杂，但是效率却越来越低。同时，公司里边大多数人觉得还都挺好的，那些觉得不好的，其实早就已经离开了。说这个呢，是想让大家思考和质疑一下，有些方法和流程搞得过于复杂了，是不是真的有必要？是不是真的是大家需要的？或者说更准确的说，是不是真的是最适合大家的方法？因为每个人的实际情况和目标都不一样，只要是能满足大家的目的，最适合自己的方法，那肯定是越简单越好。说着说着，咱们自己也犯了把简单问题复杂化的毛病了，卖了这么多关子，还没开始干活。咱们频道呢，追求的是真实、简单、轻松、生活化，还有寓教于乐这样的目标。说到这里呢，也跟大家再啰嗦2句。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风格有什么期待和建议的话，也请留言分享。什么是简单粗放的甜瓜整枝整蔓的实践呢？大家来看这一颗甜瓜目前的形态，我唯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在中心的地方把它的尖儿打掉，这个扔掉，这样就完事儿了。一颗甜瓜的整枝整蔓工作就结束了。这是第2颗，咱们再来掐掉，扔掉，就完事儿了。第3颗，掐掉尖儿，扔掉，又结束了。第4颗又来了，这次可能掐掉的叶子多一点，无所谓。第5颗，掐掉尖儿，又完事儿。第6颗，掐掉尖儿。第7颗，掐掉尖儿。第8颗，大家是不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，不敢相信？第9颗又结束，第10颗搞定。第11颗，这颗甜瓜长得有点大了，看看下边已经有侧蔓长出小瓜了。这种情况就比前面稍微要麻烦一点，因为我们得看一看，看看到底哪个是主蔓。看看从根部往上走，那它的主蔓已经在这个地方了。这样的话，我们找到主蔓，把尖儿给它掐掉，这样也就完事儿了。像我们应用这种简单粗放的甜瓜整枝整蔓办法，这第12颗甜瓜的形态就是比较适合的大小。如果数它主蔓上的叶片的话，你可以看到这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大概也就是7片叶子。我可以直接把尖儿连同这第7片叶子一起给它掐掉，不要了。所以说你在4、5片叶子、5、6片叶子、6、7片叶子的时候，用这种简单粗放的办法是会更简单，效率更高一些。而像我这种在家庭种植中种的比较多，种了60多棵，它有的是长出5、6片，有的6、7片，有的可能都12、13片了。这个时候就不需要给它数叶片了，就直接看形态和大小，把尖儿打掉就完全 OK 了。像这个，我可以把中间的小尖打掉，或者连同上边的大的叶片，这样一起掐掉，都是没有问题的，因为它的叶片还是挺多的。下一颗掐掉，再来一颗掐掉，再来一颗
主蔓把尖打掉。大家是不是还是有点不太敢相信，说你这也没干什么事儿，你这叫甜瓜的整枝整蔓方法吧？这也不是个方法呀，就这么一下就完了。这个就是我实践过程中最简单最粗放的甜瓜整蔓法了。应用了这个方法，保证大家能够轻轻松松的有不错的收获。你要是不做这一步，任其自然发展呢，那就要差很多很多了。你会发现，到时候你的甜瓜长得全都是枝蔓，枝繁叶茂的，没有多少瓜，长起来的瓜也不会很大。所以这一步是甜瓜整枝整蔓的最关键、最核心的地方。想要偷懒的话，就要找到本质，解决最核心的问题。还是那句话，做完这步工作之后，如果想进一步的提高产量，或者是提高瓜果的数量，那就参考我去年做的2期视频，看你有多少时间了。否则你就这样处理一下，后边再给它追一次肥，就等着收瓜就行了。我今年是因为要赶时间，所以连地膜都没铺。幸好今年是比较大旱，草长得还不是很多。不过我这一批甜瓜还是要给它做一次中工除草的工作。之后呢，我就打算给它铺上点稻草了。你像这种小草呢，过一阵子都会长大的，还会冒出更多的草来。所以这种甜瓜呀，或者西瓜这种瓜类，除草的工作还是挺重要的，否则的话就要给它铺一些麦秆呀，或者是一开始就给它铺好地膜，这样也就省事儿了。今年天气旱，其实也有一个好处，虫害也少了。像往年这个时候，黄瓜虫之类的应该都已经来了，今年还没有看到痕迹。如果黄瓜虫来了，就得提早的给它用上硅藻土，或者说就得喷除虫菊酯加上苦楝油来处理了。这天气大旱呀，真菌也没有了。往年这个时候，除了黄瓜虫之外，像甜瓜这些上边应该多少都会有一些真菌感染了。这个时候早就应该喷一些有机的溶剂来预防和处理一下了。今年至少从目前来看，没有一点迹象，所以目前是不需要的。如果要是能够一直这么旱下去的话，我估计像是真菌呀，还有那些虫害呀，可能今年就不会来了。而且像甜瓜、西瓜这些，肯定也是会长得更甜一些。同时，我有滴灌，一直给它自动灌溉着，我也不用担心去手动浇水浪费时间的问题。所以说，种菜还有人喜欢天干地燥，喜欢干旱，是不是也是挺不可思议的？哇，这地方我终于发现了我这批甜瓜里边最小的一颗了。这一颗大家应该是能够特别清楚地数出它主蔓上的叶片数，1、2、3、4、5。中间的这一片，如果我们现在不算，直接给它掐下来的话，那就是留了5片叶片。来看一下它根部周围的3根小侧蔓，也基本上快要抽出来了。这种大小的话，应用今天咱们介绍的这种简单粗放的3蔓整枝法，应该是最合适不过的了。不过你要是种了几十颗甜瓜，要想让它们整齐划一的都长成大概同样叶片，那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后边这些我下手会狠一些，揪掉的上面叶片会多一点，这都是无所谓，没关系的。主蔓上面少留一些叶子，还有一个好处是它将来长出的侧蔓会更少一点，这样的话维护起来更简单。同时，如果你选择就这样，后边不再维护了，那也是更简单一些。因为你叶片少一些的话，它后边长出来的芽点和侧蔓就会相对的少一点，那它互相影响、互相遮光的情况也会更少一些。另外要说的一点就是，现在刚好是中午的11点多，这个时候进行整枝整蔓的工作是最合适的。这个时候露水已经退去了，太阳也比较强，很容易就把伤口给晒干愈合了。这是今天我遇到的最特别的一颗，这颗我实在是找不出主蔓在哪儿了，而且它这个蔓长得已经是又扁又宽了，感觉是有点异常，我就把这个比较异常的先给它打掉吧。看看长这么粗，再看看剩下的这部分长得是比较扁平的，这就是比较异常的一些枝蔓了。说着说着就快弄完了，没剩几颗了。看看后边还剩下了有5颗，这种方法效率实在是太高了。后边这点这杂草就多起来了。中工除草就是把这些草给除掉。我这种就是拔草，这种其实不能算是除草。除草的话，还是要拿那些锄头或者是刮草的工具，把这些小草连根一起给它刮掉，这样的话后边才不至于再长出草来。另外就是我比较推崇的结合中工除草进行施肥的方式，也给大家推荐一下。看我现在2颗甜瓜之间的距离大概是有45厘米，我是按照滴灌的滴点移栽的，这个距离我感觉对于种植甜瓜来说也是挺合适的。
到时候我们中耕除草，把这些草给它刮掉之后，进行施肥的时候，就比一下，大概距离一颗甜瓜根部15厘米吧，15厘米的地方给它这样挖一条小沟，然后把有机肥给它填进去，再这样埋上就可以了。或者也可以从根部量出来15厘米，靠近滴灌滴孔这边的地方，给它这样挖一条小沟，把有机肥施进去。像我这个地方，这个方向地势高一点，我选择在地势高的地方，这样的话，滴灌滴出来的水肥渗透的方向就会从高的地方向低的地方走，这样的话，肥就会很容易的吸收到根部了。这些小的东西并不是特别的重要，施肥本身是最重要的。如果有功夫弄得更细致的话，就在15厘米的位置，给它这样绕上一圈，然后把肥均匀的撒这么一圈，这样是更合适的。还是那句话，看自己的时间还有偏好，都问题不大。再有就是施什么肥呢？我就是用那种店里边最常见的 Garden Tone， 是那种344的有机复合肥，那种肥给它抓上1-2把就够了。你像现在这个大小，给它进行中耕除草，同时施肥，其实就已经可以了。我如果有时间的话，今天会继续把草除了，把肥给它施了。你如果仔细看的话，我这一批甜瓜相当大的一部分籽蔓上面都已经有小瓜开始做瓜了。像我们这种有机种植的话，这个时候施肥就比较合适，因为施有机肥是要尽早的，有机肥吸收的速度比较慢一些。中耕除草，施上肥，最后再在根部周围铺上麦秆，甜瓜的维护管理最主要的工作就做完了。说到这儿，咱们甜瓜的整蔓工作已经进入到尾声了，这已经是最后的一颗甜瓜了。最后再强调一下，最简单、最粗放的整蔓方式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。你只要这样做了，后边就一定会有挺不错的收获的。如果你还想进一步提高果实的数量和果实的质量，也愿意花更多的时间给它进行更多的维护管理工作，那就请参看我去年做的2期视频。这里我就不再做过多的介绍了，毕竟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简单粗放。另外，我介绍的这些甜瓜整枝整蔓的方法，虽然主要实践的目标对象都是那些中小型的薄皮的甜瓜，但是对于中型、大型或者是那些厚皮的甜瓜，你也是可以用来参考的。唯一的不同点就是你预期的结瓜的数量是有所差异的。像大型的甜瓜，比如说那些厚皮的，可能你3个瓜就已经挺多的了。像这种小型的这种薄皮甜瓜，那可能你可以期待它结8个瓜，甚至是10个、12个瓜，那都是有可能的。我的一个合理的期望就是对于这些中小型的薄皮甜瓜，我期望就是8个我就很满意了。如果能结5个质量比较好的，我其实就已经很高兴了。而对于那些大型一点的厚皮甜瓜，那可能我就期待它3个我就觉得不错了。如果能结2个非常非常好的，我就已经挺满意的了。当然实际情况就是有的时候会结得多一些，有的结得少一些，有的蜘蛛结得多一些，有的蜘蛛结得少一些，那都是问题不大的，都是很正常的现象。我们不是专业的瓜农，没有必要过分追求产量、数量、重量，还有商品性。你如果过分追求那些的话，你种植的瓜首先就是要那些商品性特别强的，适应商业种植的。还有就是很多时候你需要化肥来给它催大，来保证那些所谓的商品性。我们家庭有机种植追求的是安全、健康、新鲜、口感好、成熟度高，然后再通过我们的整枝整蔓、水肥管理和辛勤劳动，获得更高的产量、更好的果实质量，那就更完美了。给最后一颗甜瓜把主蔓的尖打掉，咱们今天的视频分享就结束了。